大家好，我是 Tony。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虎山自然步道的一处算是桃花源秘境黄禅园。黄禅园是易教授在1977年以私人之力开辟的一处优雅的庭园。2018年易教授过世之后，现在有一群义工接手，继续维护黄禅园的环境。那我今天在这边 Tony 开讲，谈的主题是有观众留言希望我谈一谈为什么儒家思想在近代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但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够精确，比较客观的陈述应该是为什么大清帝国在近代遭遇失败。事实上，大清帝国的皇帝信仰的是藏传佛教，而大清帝国最依赖的精锐蒙古骑兵信仰的也是藏传佛教。那西藏呢，当然就是藏传佛教，而不是儒家思想。大清帝国只有中原历代的汉族是信奉儒家文化，但是也有很多人是同时信仰佛教或是道教。所以如果大清帝国遭遇失败，那应该我刚刚提到这些思想大家都有责任。为什么只有儒家思想被骂得那么厉害？那就是因为大清帝国是以科举取士，那考试科目当然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就成了代罪羔羊，当然是要被检讨，而且也应该是被检讨。但是我们检讨不应该是民粹式的检讨，说什么中国2000多年来就是奉行儒家思想，才会导致落后失败，被西方思想打趴在地。那你这么说就是睁眼说瞎话了。你难道不知道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的文明中心？中国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历史吗？所以民粹式的评论完全无助于我们了解问题，只是发泄情绪而已。如果要拍一支10分钟的影片来说明儒家思想为什么在近代遭遇挫败，那这样的话是自找麻烦，因为不可能在10分钟之内回答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要这样回答，大概只有民粹人士有这个能力吧。那大概3-5句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儒家思想在近代会遇到挫败。但是如果是理性的分析，那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讲到这里我就先打个岔，因为有一位观众在我的频道留言说 Tony， 你对儒家思想的了解根本就是一知半解而已，我建议你去读一本书《孔子真面目》，那看完这本书你就会了解孔子的真面目跟为人了。那我就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以撒辛格的话来回答你。他在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谈到他个人的读书习惯，那他讲到一句话，就是因为人生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不读不够伟大的书。所以我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大概10年之后，你在市面上就看不到《孔子真面目》这本书了，因为已经绝版了，所以你看不到。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推测呢？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时候的人就高喊着打倒孔家店，那时候有一大堆批孔的文章。但是现在这些文章呢，在市面上消失了，因为已经没有书商愿意去出版这样的一个文章，那没有市场，自然就被淘汰了。那《论语》这本书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所以看样子它应该还是会继续流传下去。所以你人生的时间如果有限，这2本书只能挑一本来读的话，那么我相信以撒辛格会建议你读《论语》，而不是读《孔子真面目》这本书了。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儒家思想为什么在近代遭遇挫败？那这个主题当然不可能在10分钟的影片里面谈完，所以我今天的开讲就算是序曲，就是拉开这个主题的序幕。接着我会再陆续拍几集的 Tony 开讲来聊这一个主题。但是会拍几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就是静心而已。儒家思想，或者说中国在近代的挫败，让我想起一本书，书名叫做《忧郁的巨人》IBM 荣耀与无知的矛盾年代。IBM 这家公司曾经是电脑的代名词，就一如儒家思想曾经是东亚文明的代名词。IBM 公司在1980年代初期，曾经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
IBM 曾经创下一年盈余66亿美元，但是呢，10年之后，1993年 ，IBM 成为全美亏损最严重的公司。IBM 为什么会走向失败呢？那是因为 IBM 当时对于个人电脑的兴起还有发展趋势判断错误。当时 IBM 主宰了电脑的企业市场，而当个人电脑开始兴起及流行时， IBM 认为个人电脑只适用于家庭及个人市场，并不会影响它独霸的企业市场。所以当时 IBM 虽然也有推出个人电脑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并没有投入太多的资源。IBM 个人电脑的 CPU 是采用英戴尔 Intel 设计的 CPU， 而电脑作业系统就采用微软 Microsoft 的作业系统。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IBM 造就了 Intel 及 Microsoft 这两家公司，因为当时所有制造个人电脑的公司都采用 Intel 的 CPU， 还有微软的作业系统。而后来个人电脑迅速发展，功能越来越强，可以连接工作站及网络系统。很多中小企业都采用个人电脑，而放弃为企业设计的大电脑了。所以 IBM 在10年之间就变成了忧郁的巨人，从最赚钱的公司变成最赔钱的公司了。IBM 为什么会走向失败呢？就是一念之间错过了 PC 革命的时代，所以就走向失败了。但是会不会有人批评说 ，IBM 所以失败，是因为这家公司成立时，这家公司的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就有问题，所以导致了它在1990年的失败？会不会有这种民粹的言论呢？当然没有，因为 IBM 曾经那么成功过，怎么可能一开始企业文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就有问题呢？那为什么儒家思想在近代遇到挫败，就被人黑得这么厉害呢？而且是从2000多年前的源头，从孔子开始黑起呢？这就是民粹的情绪言论，而不是用理性的思考来探索问题。不过我们也不能怪罪过去有这么多对儒家思想的民粹批评，是因为当时的人们陷于挫败的情绪，所以走不出这个情绪的困境。然而在100多年后，我们看到更多历史发展的事实，所以我们当然能够较客观的来回顾这段历史。100多年前，欧洲几乎统治了全世界，全世界各地都几乎成为欧洲的殖民地。唯一抵挡得住，而且成功反击的，只有东亚的日本这个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日本击败大清帝国，甚至击败俄罗斯帝国。所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留日的风潮，向日本学习。而后来的历史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前后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战后大部分的被殖民地先后陆续成为独立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治理却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沦为未开发国家。后来的情势又有新的发展。1980年代，亚洲冒出4小龙，自北而南，分别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1979年放弃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开始强调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经济学台湾。30多年后，中国居然也大国崛起，而崛起的中国不再强调墨子思想，而反而对外设立孔子学院，视孔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所以我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来回顾为什么儒家思想在近代遭遇挫败，那就会有比较新的视野，就不会沦于像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那一种民粹式的评论了。那如果今天还有人这样评论的话，那就真的是不知长进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Tony开讲，聊一聊儒家思想为什么在近代遭遇挫败。那今天短短大约10分钟的开讲就是序曲而已，那后续我会继续再来聊为什么儒家思想在近代会遇到挫败。那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拜拜。